Sensitivity 是 self-suffer。如果我們說，外面噪音好大哦，那個不 sensitive 的人會說我沒聽到啊，沒聽到的人過得比較好。我也同意。對於一個非常 sensitive 的人，你要叫他變成神經大條是不可能的。怎麼樣來善用他的人格特質？我通常會給的一個建議是，其實壓力呢是一個常態啊。現在很多人說不要有壓力啊，我就說不要有壓力，人就滅亡了。您覺得壓力可以被調節嗎？確實是可以靠後天訓練，但是你要考慮到你天生的極限在哪裡。治療失戀的有效方法是什麼？我個人建議的是好好的經歷這個失戀的過程。那另外一個是這答案好棒。您現在看到的是精華版，如果要看到完整版的話，請加入我們的官方 LINE。嗨，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醫師，歡迎您來到初日會客室。今天我們邀請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來賓，他曾經在西點軍校擔任過教職，現在在台灣的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以及企管系同時擔任教授。我們歡迎的是陳永儀陳教授。陳教授你好。你好，宋醫師好，各位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夠來到宋醫師這邊。請您稍微自我介紹一下自己。從大學開始主修就是念心理學，走到後來就是教書做研究，後來呢又轉去念了臨床，拿了證照。紐約的時候也有在開診所，興趣比較多一點而已。是什麼機緣會進到西點大學去擔任教師？是我念博士的時候，我的主題就是在心理創傷，那他們就有看到了我的這個論文，就是說希望我能夠去，發現他們裡面真的是人才濟濟。您自己也在台灣有一個 podcast 叫做心理不用學。是，我覺得您在那個 podcast 裡面其實常常提到一個，對於負面情緒其實是可以用善用的態度。所以我們的情緒包括快樂、憤怒、悲傷、恐懼、厭惡、驚嚇等等都有。是，但是為什麼聽起來我剛剛講的除了快樂之外，大部分都是負面情緒？負面情緒來襲的時候，我們該怎麼做？需要把這些都摒棄來追求快樂，還是說我們怎麼樣去運用這個負面情緒？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情緒的存在是有它的功能性嘛 ，alert us to danger， 或者是 outward expression of our state， 讓我們知道接下來的行為該怎麼做。那你今天很憤怒，就表示有人侵犯你了，你可能要捍衛。那如果今天是悲傷，你失去了一些你覺得重要的東西，那這個時候你需要的支持啊，這些你的狀態啊，可能就從你的情緒表達出來。情緒本身就有一點像說，你今天冷你会怎麼辦？你說冷我就加衣服，熱我就脫衣服，它就是一個反映出你的狀態，告訴你接下來該怎麼做。快樂其實也有它的功能性，就是你在往你的目標走的時候，就會有快樂的感受。它的功能是讓你知道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哦，你現在走的就是對的，請繼續下去。那個時候多巴胺也會出來啊，讓你持續的往這個目標走。所以其實以功能性來講，這些東西是幫助我們能夠存活下去，所以它有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情緒的變化我們平常是很難去掌握的，对不对？我就舉個實例好了，我看病人通常很穩定，但有些時候會碰到一些情況，一進來他講幾句話之後就開始覺得說這個有點難對話下去。像那種情況來的時候，那種負面情緒我們是怎麼駕馭它？我通常會給的一個建議是，還是以自覺為優先。因為你一旦自覺了，你就有選項。你自覺了之後，你就把它放一邊，然後繼續就事論事的去做，降低這個情緒，影響你專業的表現。對，反過來講，如果我不自覺呢，我就是覺得說你怎麼講不聽啊，好，什麼東西聽不懂啊，然後就起來了。那這個時候是你不自覺，但是你的肢體語言、你的行為就已經展現出來了。可是你不自覺，所以你就沒有這個選項去把它放一邊。那現在常常會大家講，就是你也太敏感了吧？我們就講，就這個叫高敏感。心理學的角度，怎麼樣來定義這種人叫高敏感？這個高敏感會不會隨着我們生命的經驗或者環境來改變？怎麼樣來善用他的人格特質？其實我覺得 sensitivity 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說你有了，這是你的talent， 是你的天賦異稟啊，別人 sense 不到，你 sense 得到啊，對不對？好正面的看法啊！可是如果說他的這種 sensitivity 變得是旁人受不了的話 ，sensitivity 是 self-suffer。今天如果我們說，外面噪音好大哦，那一個不 sensitive 的人會說我沒聽到啊。
那沒聽到的人過得比較好。我也同意，對不對？他假如在 self suffer 的狀態之下，他怎麼樣去 turn around， 把這個 self suffer 變成是 like self promotion 這樣子？跟我的病人互動的時候，我都會說，天生的東西，你在做努力的話，你可能沒有辦法180度轉，90度都已經不太可能了，好不好？45度，好，就是小小的修。對於一個非常 sensitive 的人，你要叫他變成神經大條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最終的目標可能就是說，好，我先知道並接受我是這樣的人。當我在 sense 到一些別人不會 sense 到事情的時候，我就 make a note， 我 sense 到了，那我把它放下，我不用再去追根結底的去找說這個是什麼原因把它改變，我就是 sense 到了放下 sense 到了放下，這個會小幅度的修改本身的 suffer，也會小幅度的修改你之後會要付出的一些行為上的代價。 OK， 那壓力可能對大部分人來講常常會覺得這個焦慮的來源，壓力其實有的時候也會帶來某種動力，是所以到底我們這個焦慮跟動力之間的臨界點是什麼？您覺得壓力可以被調節嗎？長期處在壓力環境的人到底怎麼樣去維護他的身心健康？其實壓力呢是一個常態啊，現在很多人說抗壓啊，然後不要有壓力啊，我就說不要有壓力，人就滅亡了。好，我們要有壓力，也要有壓力的反應，才會存活下來。心理壓力的定義跟生理是差不多的，就是現狀跟目標之間的落差。好，就是說現狀我身體需要是攝氏37度的大概這樣體溫，那我出去現在是40度，那我身體就有壓力了，我就要有壓力反應來排汗，好，來讓我的身體降溫。現在的世界健康組織底下定義心理健康裡面就有一句是說 the ability to handle everyday stress， 所以這個是我們正常人都會有的技能。你想想看，如果是現狀跟目標之間的落差的話，有不舒服有压力才会想要降低這個落差，我們才能進步，對不对？才會改變。如果沒有壓力，我們都不用改變了，因為現在就很好，就什麼都不用做了。所以這跟一個人能不能抗壓這個概念，或者我們講說韌性，這是一個可以培養的呢，還是說是天生的？我一直很喜歡用的一個 example 是您的專業的，是 set point theory。我是okay 對不對？就是說你今天的體重是大概是怎麼樣子，那天生決定很大一部分，那後天當然可以上下調節。但是如果我天生我的genes 大概說我就是成年後應該50公斤，那我隔壁的人就是80公斤，我後天怎麼努力我也吃不到80公斤，他後天怎麼瘦也很難瘦到50公斤。韌性的定義是什麼？就像一個彈力球一樣的，你今天把它壓下去，你放出来的時候它能不能回来？那所以這個是可以訓練，就像我們的肌肉一樣是可以訓練的，但是你要考慮到你天生的極限在哪裡，自己跟自己比，都一定有可以進步的空間。現在父母比如說在教養小孩子的時候，一方面會很想保護孩子，可是一方面又怕保護得太好，怕他們以後沒有抗壓力，沒有競爭力。這之間要如何來拿捏？要去刻意培養孩子的受挫力嗎？因為我有的時候常常去學校，會跟父母有一些交流，我都常常覺得，特別是台灣，在美國的華人也是。太緊張了。其實你不要刻意的去讓小孩經歷挫折，讓他有壓力，或是保護他，怕他有挫折被摧毀了。我們的人生的生活當中，很自然的去順順的走，就會有高山低谷啊。所以當他有低谷的時候，他可以來找你，你可以給他你能的協助。那爬高山的時候，如果你跟他的關係好，他也一樣會來告訴你。所以我一直認為父母太忙於為小孩設計很多的東西，因為我們人的時間有限，就24小時，那精力也有限，那你剩下能有多少高品質的時間跟他在一起互动？都被那個擔憂焦慮吸走了。所以其實做父母的最重要是其實不要太焦慮，不要刻意安排。是，我覺得小孩給他們機會讓他們自己摸索，我覺得是現代小孩很缺乏的。因為父母幫他想好了，你要不要去上那個課，將來申請大學的時候你要不要去參加這個活動團體，好，這個訓練。可是你讓他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他才有機會去摸索出來他要的是什麼，不是你要給他的是什麼。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沒有一個絕對啦，但是就是一個比例的問題。我在大學裡面看到的18到22歲的小孩，他真的不知道他要什麼。因為都給了他，我餓肚子的時候
就常常知道我想吃什麼，就想象okay. 對不對？但是我都很飽足的時候，你問我說，你等會想吃什麼？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這個飢餓感來讓我知道我要什麼，所以我覺得現在小孩好像有一點充足了，對，所以不知道他要什麼 ，overprotected, overfed， 是，就是您曾經協助過很多跨國企業的董事長來挑選高階主管，您覺得他們挑選或者您會建議的挑選邏輯是什麼？好的主管應該具備哪一些特質？現在我們的社會來講，需要好的領導人的位置大大的多過好的領導人，位置很多，人才很少，那怎麼辦？硬上嘛，就你了。他也沒有具備任何管理的渴望或者是特質，但是這個位缺就來了，然後他的下一步的升職的空間就是這個。那所以怎麼樣能夠具備管理職的特質、領導人的特質，其實這個非常難回答，因為領導的風格有很多，每一種風格適用於不同的情境。那你要看你的公司現在是在初創的時期的時候，你需要就是像那種我們常常看的領導人，我們說是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他可以讓你看見未来的這個遠景是你想要的，然後我帶你去那個地方，因為他要 sell you 什麼 change， 人不愛改變的，那要改变就要這樣子的 leader。但是當這樣子的公司一旦達到目標之後，他要開始平穩的持續下去的時候，就不適用這個 leadership 了。他需要一個比較穩健的 leadership， 而不是一天到晚創新。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公司轉型很困難，就是因為老的 leader 不會放手。那他的 style 已經不適用了，那所以我們會覺得是說每一個的 talent 會適用於不同的情境，關鍵不在於什麼樣子的特質適合管理階層，而是那個匹配度。您覺得 born leader 是你運氣好碰到的，還是說大部分的人其實都 need to be crafted or is carved？我會傾向於後者，極端的那種 true leader 是他碰到什麼環境他都出得來，可是大部分人不會在那個極端，我們是中間，那中間的話就會要碰到好的環境把你帶出來，就會碰到你自己的努力要去把它修飾出來，但是你回過頭去想leadership 是什麼？就是影響人的方式，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就算不做 leader， 我們 at some point 都需要 exercise 影響人的一個能力，比如說我們等會兒如果要去吃晚飯，那我很想去吃隔壁的意大利餐，那其他的人都不想，那我真的很想，我要怎麼說服他？好，我常常有時候問人家，他們就說我請客啊，這是一種方法，好，或者是說我剛才從國外回來，我好久沒吃這個了，你們陪我嘛。好，你可以用威脅、利誘、曉之以理說服他們的方式。那我覺得一個好的 leader 要知道你自己的方式，你說服人的方式是什麼？不要去學別人，因為學不来。你要去學那個 born leader， 一輩子都學不來。所以我剛剛講那個 set point theory， 很多父母說我想要教我小孩 leadership， 最好是像 Stephen Jobs 這樣。我說你 Stephen Jobs 啊，你如果沒給他這個基因，他的基準點是這樣，他再怎麼長也長不到 Stephen Jobs 啊，對不對？所以我會覺得 leadership 是說你要認識接受自己，你一定有你影響人的方式。在我們現在這種高度競爭的職場環境中，怎麼樣去避免職業倦怠？怎麼樣避免被工作所 consumed， 被 burned out？自覺你的狀態是第一個，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狀態，才能夠有選項去解決這個問題。那第二個，自覺了後你怎麼辦？簡單來講就是做一些你喜歡的事情。所以有的時候我常常問人家說，你知不知道你最喜歡做什麼事？我可能太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那是好的。我如果這樣描述我的話，我的工作是 well planned。下了班之後，我基本上不讓工作干擾我的生活，所以我下班之後的生活相對來講就很多彩多姿哦，多彩多姿。这個就是 perfect 避免 burnout。第一個，你剛剛講到您有界限，你不會讓工作的東西這個 leak 到你生活中其他的地方，界限能夠畫得好。然後在工作之外，你有你的興趣，工作不是你的全部。很多人就說他不知道，我說不知道，請你投資自己身上一點，去 find out 你喜歡什麼。好，那有些人是知道，我說知道的很好啊，第一步有了。好，你最近一次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什麼時候？想很久，半年、1年，好幾年都沒有了。我說那是我也會職業倦怠啊，因為我喜歡的事情我已經半年沒做了。你可不可以 treat yourself？ 可不可以就是框出來半天
去做一些你喜歡的事情。所以這個會是我的建議。對，我覺得這個還蠻具體的。可是我常常碰到很多人是這樣，他一旦 burn out 之後，他就了無生趣，任何事情都沒興趣了，連他以前有興趣的事情他都變得沒興趣。那這個該怎麼辦？那不就是有點像 depression 了嗎？在 assess depression 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說你以前有興趣的東西現在是不是沒興趣了。好，那他可能就有點 slip into 比較 serious 的嚴重的問題。趕快的來進入這個環節，叫做快問快答哈。不同性別處理情緒有差異嗎？有。不同性別在情緒的經歷上就會有差別，然後處理上當然也會。現在來講，男性的自覺跟女性會有差別。治療失戀的有效方法是什麼？第一個是我個人建議的是好好的經歷這個失戀的過程。那另外一個是大家常建議的會是讓你分心，趕快找下一個。這答案好棒！我覺得我小時候就 practice 過2種。是嗎？罪惡感是什麼樣的情緒啊？罪惡感應該是你做了你後來認為不該做的事。很流行的心靈雞湯真的有幫助嗎？吃糖有幫助嗎？好問題，看情況。吃糖如果對健康沒幫助，但是當下如果有情緒上面的不愉快，糖其實暫時可以得到一些疏解。Exactly。所以心靈雞湯也是這樣。也是這樣。如果主管很情緒化怎麼辦？我會覺得把它當成一個認識你主管的一個好機會。因為人呈現情緒的時候，是你最知道他底線的時候。放鬆跟充電是同一件事嗎？是不同，但是有重疊的地方。OK， 你寧願敏感還是鈍感一點？我自己比較敏感，所以我寧可鈍感，但是我怕我鈍感的時候又死得比較快。最後一題，對於想照顧自己身心健康的人，您有什麼具體建議？多花一點資源在自己身上，提升自己的自覺。謝謝你，不會，陳教授，謝謝，一日好愉快，謝謝，謝謝，謝謝。